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呀，哎，就是过来找您看个戒指，就是看个戒指对啊，这手上这个戒指啊，对对对，称重量。啊，因为啥称重量？我给你讲讲。嗯，这是我年前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年前谈了一个女朋友。对，没多长时间，嗯，但是呢，她跟我借了1万块钱，啊，借1万块钱，因为啥呢？她过年了，她手里没钱，她回去多少再拿点钱，她给我借1万，我也理解，我给她了。嗯，我给她了之后，她说的是年后给我，年后给我嘞，这有这些天了，然后后来她给我打电话，然后她说的给我嘞，我给她客套2句，啊，客套2句，哎，她钱不给我了，她说的给我买个金戒指，买个黄金戒指买个金戒指啊，买金戒指，哎，我一戴怪带劲呀，还真沉。后来我想不对呀，因为啥呢？这个金戒指，它现在金价真高，对，今年金价特别高。金价高，这个戒指我点点分量也不轻，它又真大。我说嘞，人家借你1万块钱，你这个戒指你点点你都可能不值1万。我说嘞，都是称称，要是不值1万的话，叫这个钱还给你补回去，是不是？那是，那下面我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啊，我看了一下这个戒指啊，这个戒指呢，应该不是黄金的。不是黄金，对，不是黄金的。首先啊，咱们分辨黄金首饰的真假。你像咱们正常一般看那个钢印是吧？一般真的黄金首饰就这种戒指，它这个钢印一般在这里地下，在底下，在底下，在上面，这上面的钢印，你看这上面只有3个9啊，没有足金2字，并且一般钢印也没有那么大，是吧？另外一点呢，它的这个做工，再看一下它的做工，你看它这个做工这里比较粗糙，黄金首饰的做工呢，一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漂亮的。做工比较精美，像这个做工比较简单粗糙。另外还有你刚才你说的这个重量，重量你看我拎了一下，确实挺沉的，但是相对于黄金首饰来讲，这个重量就有问题了。你像这黄金的话，要比这个重量重1倍、1.5倍。1.5倍吗？对，比如我给你称一下吧。像这个重量的话，可能10多克，但是这黄金这么大的一个戒指，还是这种平口的，里面是平的，而不是凹进去的。像这种戒指，起码得20克以上。你给我称称。20克到30克。称。我给你称一下，9.2克。像这个戒指，如果是黄金的，得20克以上。那确实，你要是这么大的，如果是黄金的，起码得1万块钱。买的话得1万块钱，或者是1万多。我这不是想路都是，哎呀，要多了，要钱付给你。不过你女朋友应该也不会说给你拿个假戒指呀，因为像这算是黄铜的。黄铜。对，黄铜的，你戴虽然现在颜色挺黄的，但是你戴时间长了，它就会变色。变色。对，没有那么黄了。你确认是不是黄金的？我确定。啊，你这一说叫我弄得心里很慌呀，因为啥？我跟他那个女朋友，然后谈了多长时间了？连年前连年后应该不到2个月。不到2个月。不到2个月。你这也挺厉害啊！不到2个月你就借1万块钱。你不到2个月借1万块钱，你人家张开口了。那也是。对啊，你毕竟是女朋友，人家张开口了。但是呢，年后。我跟他见面很少了，他去呀，就是你这一说不是机密，没事，你回去问问，不然你回去问问，不行的话把戒指还退给他。哎，你还要你的钱？我说的，我这个戒指我受之有愧，我还要我的钱。对，行吧，因为这个确实不是黄金的，如果让我买的话，你像这种戒指应该是10块钱左右。10块。对，再多的话不能接受。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什么，越南纱金。越南纱金。对，就是那种首饰，知道吧？它虽然也是黄的，但是跟黄金还是不一样，并且戴的时间长了，它会氧化变色，是吧？那我给他吧。哎，你还给他？给他。回找他去，好吧？这不中，这10块钱你1万差距太大了。那行，你回去问问。好嘞，那谢谢了，老板。没事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咱们去购买黄金首饰的时候，不管是看钢印也好，看它的软硬度也好，看它的重量也好，一定要仔细一点，
你包括有一些人就是朋友送的呀，哎，咱们也要仔细看，不然的话很容易你假的当真的，真的当假的，这就很尴尬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，朋友们，再见。